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在江西抚州。大家如果出远门的话，大概率选择的交通工具一般都是火车、高铁这些。那么正常都是去县城或者市里乘坐。那么你在农村有没有见过火车站？今天就被我找到了。这个地方是在江西抚州一个大山深处，没想到还有一座乡村版的火车站，这个是不是非常奇特？今天来这里探索一下农村为什么有火车线路，还有火车站。我现在已经来到这个铁轨上面，这个就是标准的铁路线路。在云南还有一种称呼叫做米轨，就是比这里窄一点，它的宽度是1米。那个铁路线路呢，我们已经看过。本身我是比较喜欢火车、铁路线路等等这些，但是由于我对这一块不是太了解，所以有时候就是碰到了去看一下。一般正常来讲，铁路线路通过农村、通过山区，这个是很正常。但是在这样山里面建造一个火车站就非常少了。这条铁路的名字是叫做向乐铁路，是江西省内的一条线路，长度大概是120公里，是从江西南昌到达江西抚州乐安的，是一个短途线路。这条线路的作用主要就是当时这里建造了一个大型的三线工厂，在60、70年代，在祖国的很多地方都建了一些三线工厂。当时在这个方圆几公里都是属于这个工厂的范围，生活区、厂区都非常多。其中我们现在走的这条铁轨它是直通到厂区的。到了厂区，这条铁路线路就最终结束。它是从我后面那个方向开过来的。尽管说这个铁路线路是因为这个工厂而建造的，但是它建设完成之后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一个是客运，你像在这种山区，在上个世纪60、70年代，如果去南昌或者去其他地方，基本上只能坐客运班车。那个时候不比现在，时间是比较久的，因为道路也没有现在这么发达。那如果说你坐火车去的话，就非常方便了，就不用想着其他的事情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起到货运的作用，因为它可以把南昌的东西运送到这边来，也可以把这边的一些产品运送出去，这个作用很大。它是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运行，然后到了2013年，这条线路就彻底停运了。现在相当于是我们说的废弃一样。这里是叫做江边村，相当于向乐铁路终点的客运站就是在这里，货运站也是在这里。到了这里，大家应该能够看得出来，这里相当于就是候车厅，你进站出站都是在这个地方。这个跟我们现在看到的火车站是不一样，因为毕竟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。你还别说，我估计这条铁路线路在60、70年代是非常繁忙的，因为一个三线工厂大概是有几万人，每天进进出出的是非常多的，有出差的，有去办事的，有可能回来探亲的。当然，这个建筑是经过修缮的。继续往前走，在这个地方看起来是不是铁轨非常多？那主要是进站了，方便停靠等等这些因素。等一下，我们再找个地方看一下这个铁路上面它是怎么变轨的。掉头肯定是在前方更换火车头了。在这旁边还有一些房屋，以前应该也是属于这个车站的。看这个痕迹，这个已经很久没有过火车了。我发现一点，它这边应该修建的时间比这边早，因为看得出来它下面的枕木，一个是木头，这个呢是石枕。火车大家经常坐，但是火车怎么变轨，可能绝大多数人都不太了解。因为铁路线路是不允许进来的，只有说这些废弃的可以进来。你像我们站在这个地方，假如说有一趟火车要往前行，如果说
在这个地方没有操作，按照现在这样行驶，它肯定是一直往前面。那如果说要去右边怎么办？在这里呢，就有一个很好的体现。它火车，我们正常说轮子是这样的，但是在火车的里面呢，它会有凸出来一点，就是可以使火车牢牢的固定在铁轨上面。那么如果要变轨怎么办？它就是要靠这个尖形的这个轨道啊，来实现变轨。你看，这里有一个工具，那里相当于一个液压的。你如果火车要去右边，就必须那个使劲的推，就相当于是在这个地方，这两个内轨要往里面推。推了之后，火车到了这里就开始自动变轨，沿着这个尖尖的进行变轨。你就像这里是最明显的，现在这里没有变化。那么火车大家猜是往里面走还是往外面走的？火车变轨它是根据这个尖尖的来变轨，就是说火车在这里就会沿着这个尖尖一直往里面行驶，因为它的距离是宽度一样的。到了这里，你看这样一直，相当于它这个是这样的，卡着这个一直往前行驶。如果说你要到了外面这个轨道，它就相当于这里面没有尖尖的，外面轮子就继续沿着这根钢轨行驶。那么到了那边，就沿着内轨继续行驶。这个大家应该明白了吧？我们再说的简单一点，这个火车变轨就是要靠着这个推动轨道变化。在上个世纪可能是人工，那到了现在都是电脑自动化。再简单一点，火车变轨就是说哪根铁轨是尖的，然后两者之间没有空隙，那么这个火车它就沿着这个尖的方向行驶。你看这里，这个是最尖的，那么火车它就要沿着这个方向行驶。那如果说这个尖的到了这边，那么火车就是沿着这个方向行驶，就是根据这个尖尖的这条轨道来行驶的。那么我们再这样后退一下，那火车如果是在这里，那么它现在肯定就是往这个方向。那如果说这个到了这边，那火车就是往这个方向，很好理解吧？这些老式的火车站，它这个变轨的方式肯定是有人工的。那么火车也好，飞机也好，它变轨并不是由司机决定的，是由调度员安排你走哪条轨道，你才能走哪条轨道。那打个比方说，从南昌开过来的这趟火车在这里进站，如果说那个调度安排那个火车要去那边，那这里肯定是要变轨的。他首先调度就跟这边的工作人员说走哪条轨道，那就在这里操作好，提前把轨道变好，然后火车过来就可以直接过去。那在这个位置哈，你看尖尖的是这根，那么它火车就是往这边走。如果说尖尖的这边贴着那个铁轨，它的方向就是靠这边。也就是说，你火车来到这里要去那个方向，就必须通过这个设备把这个尖轨推到这边靠近，才能往这边行走。那这边就空隙出来了，因为你这边如果没有空隙的话，火车就会沿着这条轨道。那在前面那个位置也是一样的。所以大家如果以后说火车变轨，你看这个尖轨在哪个方向，它就是往哪边行驶。在这里还有2个点要讲，你看这个尖轨比较长，就是避免火车在这样的地方颠簸，因为你相当于是变轨，如果太短的话，那就颠簸会大；如果越长的话，颠簸就会减少。然后这里看到没有，还有个大概2米的一个轨道，这个是干嘛用的呢？这个就是说防止转弯半径过大的时候，火车的那个脱轨啊，有这个就相对保护了。你想一想，那在这里轨道刚好旁边有个挡住的，这个就相当于是一种保护措施。整体来讲的话，铁路上面所有的东西它都是有意义的，它建造这个很重要的就是保持火车的正常运行，保证火车的安全。你看看这里也是有护轨，然后
变轨的那个尖轨，旁边还有几个灯。那么这里其实相当于是一体的，刚好变轨的地方就有灯。我估计可能是提醒的，或者是通行指示。红灯就证明这里变轨还没好，火车司机看到不能通行。如果是绿灯，应该就可以通行。我猜想可能是这样的。如果有知道的，可以说一下。这条铁路的最终就在前方一点，那边属于厂区，要运送东西，就是从这里进出。在这里应该就是值班的。如果说火车来了，就会通知他，他相当也要站出来看。厂区就在那里面，火车可能当时开到里面进行装卸。那么大家有个疑问，那火车如果是从这边过去，它火车头是在前面，到了前面，那怎么办呢？它就可以从刚才我们看到的变轨的方式，另外一个火车头到这里，又可以重新把它拉出去。走在这个上面还是挺好玩的，因为你要在这么多铁路线路上行走，机会很难得，不是说这里废弃了，不可能进得来的。高铁线路就更不用讲了。尽管说这个是上个世纪的，但是我觉得也挺好啊，不虚此行。因为之前看了一些废弃的铁路线路啊，没有保存这么完好。这个地方毕竟停止运行废弃不到10年的时间，而且看起来非常干净。这个地方如果一直这样废弃，还是挺可惜的。假如说能够重新打造、开发一下，我觉得是挺不错的。比方说，在这个铁路线路上面放置一些以前的那种绿皮小火车，供大家打卡，供大家拍照，相当于是一个火车主题公园。这种方式就挺完美、挺好的。